我这组作品当中的两个关键词是余震和此时此地。余震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能看待我们此时此地所处的历史。最开始就开始绘画，但是随着画画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发现，你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显然你要拿起不一样的武器。可能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影像也许是个好的办法。从绘画到影像，他们中间有很多东西也是特别相通的。你如何有重点的去讨论一个问题，结论和你讨论的这个方法之间设置一定的这个屏障，这个屏障恰恰是一个人可以去理解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这点它和绘画很相通。这个项目就叫东北四部曲，里面一共有4个影像作品。它的起点是关于我的家乡，关于东北，就是在东北好像有很多和萨满有关的这种活动，所以萨满这件事其实给我的更多的像是一种灵感，它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原教旨主义上的这种关于宗教属性的这种萨满，它更像是一种被抽象出来的一种历史观。所以在我这儿，我把它变成了一种叫做泛萨满化，它是一个试图解决现在问题的一个机制。当一个人面对自己所在的时空当中的这种困惑和没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突然间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媒介，然后他的自己的身体可以有其他时空的这种灵魂进来，然后帮他用其他时空的视角和经验去解决他此时此刻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次把这4个作品全部放在一个空间当中，它像是一种层峦叠嶂的这种群山的感觉。你在山里面的时候，你看不到山的全貌，这些片段的感受可能会组织成你对一个群山的一种想象。其实整个东北四部曲，它的时间脉络起点可能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然后它的时间的终点是2019年，第一部烟火发生在2018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的那个张扣扣复仇谋杀案这个事件的一个主人公，然后他在2019年的时候被判处死刑。张扣扣为母复仇这件事情，当然它是破坏了我们现有的这种法律的一个系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张扣可能是恰恰是中国丢失的一种传统，它可能是一种我们已经很久不再出现的一种英雄的人物类型。在这个创作的后期的时候，由张扣这个人其实可能又引发出更多的一些概念，包括在后面的扭曲4场里面出现了一个1919年死掉的北大的学生叫郭星光这个角色。但是之前拍郭星光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场景，所以就是一个年轻学生在河塘边找了一棵树，然后就要上吊自尽。有一个落魄选手，经历历史，日前小情，理想毁灭，也发觉自己输不出1/4个力气。在这100年当中，这些历史时刻也像是一个多重的错乱的时空一样，然后始终交织在一起。就像是在通姆斯里面有一句话，描述了一种好像我对历史当中不同时空之间的体验。世界搿才是线性的，搿是大雨旁头事，搿自动是翻起个无数个。通古斯这件作品里面，其实2个主人公就是2个朝鲜籍的士兵，他们在参与中国的内战。但是与此同时，朝鲜籍士兵他们的老家又在发生着济州岛事件。
拍最后一部《哭之门》的时候，它像是一个平行的隐喻一样。《哭之门》这个作品里，其实是把前面几部作品当中一些埋下的伏笔，或者说没法明确去指涉的一些修辞关系，去真正的去揭开了他们之间的这种面纱。我的作品当中，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历史时空当中，面临着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被我引用，被我不断的组织起来。因为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这种很悲观的这种体验，就是好像所有人做的努力在当时都不会很快的、即刻的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前人不断努力的基础之上，去试图解决此时此刻面对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处在历史的一个余震当中，而且我们此时此地所面临的状况，以及我们的行动，可能也会变成未来的一种余震。